苦楚之战第3章，相距何其短。第6集，北平沦陷，国军要与日军开战了。保惠送止血药给未婚夫。保惠从广爱医院订的英文报纸得知，北平陷入日军之手的当天，杭州日本领事馆就关闭了，杭州日侨旋即撤离。他觉得这是不祥之兆，日本侨民绝不会平白无故离开有他们生意和家业的杭州城。日侨撤离杭州后1个晚上，保惠在为甬道做的素白绸手帕上精心绣完第25朵百合花黄色花蕊时，心中忽有强烈感动，催促他去笕桥中央航校看甬道。他知道他近来训练劳乏，没时间陪他，他不愿给他添乱，只默默为他祷告。过了几天，催促他去看甬道的感动一次比一次强烈，使他心绪不宁，常被噩梦惊醒。他决定请假去笕桥。他以前来看甬道都是先在笕桥新村中央航校招待所订的房间里，等甬道下班后去接他。这次因他心中焦急，他就直接到航校来找甬道。他到笕桥这天恰是淞沪空战开打前2天，疲惫不堪的甬道带学员训练回来，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未婚妻，十分惊喜。不顾身旁几个年轻学员围观，他伸出双臂抱住她。勇，他们都在看。他轻声说，想看戏去戏院，我命令你们向后转，跑步离开。甬道对围观学员说，学员小伙子一个个做鬼脸，笑着都跑了。保惠说，勇，你先松手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保惠说着，甬道松开手臂，见他从燕麦黄亚麻包里拿出素白绸手帕递给他。甬道捧在手里，看来看去爱不释手。我帮你叠起来，他说。我自己来吧，他说。他把手帕叠好，放进飞行服上衣口袋。他从包里取出2盒甬道喜欢吃的桂花麻酥糖和香飞酥，递给他。他打开盒子，拿1块香飞酥放到保惠口里，让他先吃。专为你买的，我不吃，他说。你先咬1口，我再吃，他说。他象征性咬1小口，他才吃那块香飞酥。香吗？他问。香，带着你的香味，他俏皮地说。还有这个，你带在身上。他边说边递给他一个小袋子。这是什么？他问。里面有2包用防水油纸包的外用止血药，他答。记住，要时刻装在你军装口袋里，他说。他接过来装进上衣口袋，打趣说，有你送的止血药就不怕流血了。你本来就不怕流血，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是与死亡搏斗的问题。药品也是战胜敌人的武器，他说。我明白了，我会用你送的武器与死亡搏斗，他说。会，今晚你在招待所住，明早坐头班的火车回杭州，我们马上就要与日本人开战了，他说。真打起来怎么办？他问。没有人能预计战事发展，会。开战以后，你尽量待在广爱医院，不要单独外出，出门最好与外籍同事一起。日军飞机暂不会轰炸英美人开的医院，你在教会医院相对安全，
他说。勇，那你呢？他问。我交给我天上和地上的主了。会，开战之日正是军人为国效力之时，今生只是客旅。你我不是相信有永生吗？你也知道，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。有一天，我们会在天上重逢，不是吗？我用刀握住他的手，说。他没说话，默默流泪。他搂住他，从飞行服口袋里掏出那块他刚给他的绣着25朵百合花的手帕，不断擦去他脸上一串串泪珠。他把脸贴近他的脸，他的泪与他的泪交汇成小溪，这条小溪奏起离别序曲。第二天清晨，他把他送到笕桥火车站。站台上，很多中国军人挥泪别妻儿。货车紧急疏散军用物资，平时安静的小站，眼下嘈杂混乱。去杭州城站方向的列车进站了。他把他送上车，最后叮嘱他：会，从今日始，你每天把诗篇第23篇读7遍，清晨起床读3遍，中午1遍，晚上就寝前3遍。他点点头，眼里含泪，边上车回头看他，边走。正要走到车厢中部时，他突然转身往回走，跳下车，跑到他身边。我不回杭州了，我在这里陪你。他说。会，绝对不行，我们马上要转移了，不一定飞哪里，你赶紧回杭州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你没看见车站有这么多逃难的军眷吗？他说。列车员要关车门。他不再说话，一把抱起他，飞走几步把他放到火车上。刚把他的手提箱从车窗投进去，火车就轰隆隆开走了。他站在刚才他离开的地方，心中倍感惆怅凄凉。中央航校已接到航空委员会命令，停止所有飞行训练，组建由航校飞行教官和高级班学员组成的空军暂编大队，整装待命，随时准备执行战斗任务。刚才就在他把他抱上火车的瞬间，心有预感，此地一别，再无缘相见。他望着远去列车，思如潮涌。他深知对日作战，中国飞行员生还的可能性很小，即便没有被击落，在起飞降落时，尤其遇到恶劣气候、机械故障或通讯不畅的情况下，也极容易失事，机毁人亡。当想到开战后，他不过是一死，但撇下他，一位年轻的宫女，独在异乡，禁不住心中悲伤。两难之间，他想起林浩文，他决定给浩文写封托孤信，万一战死，就把他托付给浩恩。他很清楚，浩恩真心爱慕宝慧，他深知林浩恩是有情有义之人，主动退出了情场角逐。他没有忘记，当宝慧问他你怎样陪伴我、保护我时，他说会用他的生命、爱与责任陪伴他、保护他。现在为国捐躯的时刻到了，生命已不属于自己，他无法用生命陪伴他、保护他，但他的爱却可以借着尽到责任而长存。他可以把他托付给可靠之人，如果自己战死，可以接替自己来保护他、照顾他。林浩恩
收到这封托孤信，感到十分意外和震惊，同时也对徐永道油然而生崇敬之情。他心里说：徐永道，你真是大丈夫，真乃英雄好汉，难怪严小姐选择你。你让我明白了，男人深爱一个女人会怎么做。这封信也让林浩恩对严宝慧的倾慕更进了一步。他心想，我看中的女人果真不一般，严小姐，你会演识英雄。徐永道真是英雄好汉。浩恩读到托孤信时，第二次淞沪抗战已在上海打响。日本政府发表应承中国军之暴力，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。声明前一天，日军不宣而战，狂轰滥炸笕桥镇。日军自诩替天行道，乃正义之师，称奋勇抵抗的中国守军暴力，笕桥已白堂，就是去年浩恩出狱保会那座教堂，已被炸成废墟。浩恩所在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、笕桥军用机场和附近都遭日军报复性大轰炸。浩恩的办公室有面墙被炸断，屋顶被炸开一个大窟窿，办公设备被毁，几处车间着火。幸好飞机制造厂提前接到防空警报，疏散人员，浩恩和同事都安然无恙。航空委员会要中央飞机制造厂紧急拆迁，把设备人员转移到武汉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收看。